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不聊财经，也不聊精品，而是久违的旅游 Vlog。今天猫哥与熊猫要带你们去一个超酷的地方，打开窗户就能跟无尾熊四目相接，还能跟小袋鼠睁眼一起散步。它就是位在南半球悉尼的 Taronga 野生动物酒店。今天我们就要开箱这个充满可爱小动物的酒店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也热爱毛茸茸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。下一集我们会带大家去南半球最大的塔朗嘎动物园。酒店坐落在塔朗嘎动物园里面，它是动物园100年纪念计划的一部分，砸下5500万澳元，2019年完工启用。整体设计呢，简单的说就是把森林打包搬进酒店，有高架步桥、垂直绿墙，还有小瀑布跟水池。白天逛起来有一种置身在森林里的氛围感，但重点是晚上，夜景美到我怀疑我是不是住进了宫崎骏的动画场景。但最暖心的是，这里的住宿收益可不是单纯的收进口袋，而是投入到动物保育以及研究。所以说，来这里不仅仅是度假，还可以为保育动物添砖加瓦呢。酒店总共62间客房，房型选择超级有梗。加美物联的 Bushland Run 是灌木景，窗外就是澳洲版的原始森林探险。最适合毛茸茸控的 Animal View Run， 打开窗户就有机会直接面对可爱的毛茸茸们。如果你喜欢浪漫的海港景，那就选 Harbour View， 可以远眺 Sydney Opera House 以及港湾大桥。树梢套房顾名思义就是住在树梢上，你可以一边看着 Sydney Opera House， 一边看着小动物，晚上还可以美美的在浴缸里面泡个澡。这边有一个小提醒啊，这里的房间真的非常抢手，我们大概3周之前订的，结果只剩下2种房型可以选。这次我们挑了一间非常有趣的房型，有机会跟澳洲的国宝无尾熊面对面。先别急，等到你们开箱实拍。我们住的是 Animal View Run， 窗外就是酒店的私人野生动物保育区。当初我就是被官网那张功夫无尾熊的照片吸引，但事实上是无尾熊一天睡16到20个小时。遇到四肢百出的打呼照，我觉得还比较实际。不过说真的，就算是看它睡觉，我也觉得超级疗愈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房间吧。浴室和厕所是独立分开的，浴室有个超大的花洒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就是可惜水压有点小。不过房间的备品倒是相当齐全。Hello， 你已经躺下来了，那你拿一下我的小袋鼠。这边有个小插曲啊，住宿期间刚好是我生日，酒店还准备了卡片跟小礼物，真的超级加分。饭店细节也很用心，灯饰小鸟造型非常的特别。我刚刚突然发现我们的窗外有一只无尾熊，它这边超可爱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酒店的4大亮点。说到酒店亮点啊，就不得不提到酒店门口的小水池，这里面可是澳洲限定的小蓝企鹅，又称之为蓝企鹅或神仙企鹅。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，也是唯一在澳洲海岸繁殖的品种。中午呢，常常会遇到保育员在喂食，画面超级萌的，一群小企鹅扑通扑通的游过来。第二个亮点是下午的私人 Sanctuary Tour， 也是整个住宿体验之中我觉得最特别也最难忘的。就在酒店拉比正后方，竟然藏着一个隐藏版的后花园，私人野生动物的保育区。整个导览大概20到30分钟，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无尾熊、针眼、小袋鼠、沙袋鼠等澳洲当地物种。过程之中，保育员会分享超多保育知识跟小故事。比如住在里面的小针眼，其实是因为受了永久伤害才无法回到野外，所以才一直住在这里。听完真的会瞬间觉得啊，原来我们的住宿费不仅仅是付房费而已，还是在帮动物保育出一份力呀。
保育员还介绍了2位新住民 Angie and Gertie， 世界上最稀有的鹅之一——澳洲灰雁，是澳洲特有的物种，曾经因为过度的捕猎而濒临灭绝。透过澳洲政府的保育以及栖息地的保护计划，目前保育的状况已经再度变成了无危 least concern。最酷的是，他们是一对情侣儿。保育员说啊，就算把公鹅放进去，2个女生也完全都没兴趣。结果他们的蛋当然孵不出来啦，保育员只好偷偷把蛋收走。导览的过程中，我们也看到刚刚在房间看到的无尾熊，它睡得好熟啊。导览当天的晚上，我们还幸运的听到了无尾熊的叫声，叫声有够梦幻的，跟它的蒙脸完全不搭，没录到很可惜，但大家一定要去 Google 搜寻一下，保证会让你惊掉下巴。酒店还能加购动物园开园前的清晨导览，或者是关园后的夜间导览，真的就是妥妥的 VIP 动物园体验。酒店的第3个亮点是可以无限次的进出动物园，住在这里直接送动物园的通行证，拿到小园吊牌，住宿期间就可以无限次的进出Taronga。晚餐我们在 Mingle 餐厅，无敌夜景搭配香槟，超级浪漫。餐点部分，主菜点了 barbecue 牛胸肉跟猪五花，口味中规中矩。甜点是椰枣布丁搭配冰淇淋，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太甜，搭配薄荷茶刚好可以解腻。早餐也是在同一个餐厅，白天看270度的海景视角 ，Sydney Opera House 跟港湾大桥通通收入眼底。早餐是 buffet， 选择不算花俏，但该有的都有，水果超级新鲜。还有，酒店的 lounge 酒吧区也是必去的，一边小酌一边观景，氛围感拉满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在 Taronga 野生动物酒店的奇幻之旅。在结束之前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可以选择一种澳洲动物当邻居，你会想要住在谁旁边？留言告诉我，说不定下一集它们就会出现哦。下一集我们要直接带大家深入 Taronga 动物园，探索更多超乎想象的动物体验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喜欢毛茸茸，也别忘了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期动物园再见。